哦，我是阿伟。我是燕子。刚睡醒啊，脑子还没清醒啊。昨天晚上我们睡在那个服务区啊，你们看，这服务区我们在那个服务区的后花园这边的，就是那个设施啊，非常非常的贴心啊。然后等会儿带你们去参观一下，真的很贴心，特别对我们这种自驾游的啊，很贴心。接下来我们要去大凉山了啊，离开成都了。我们现在在高速服务区，准备1天时间赶到大凉山境内啊。然后怎么离开了呢？怎么房车呢？怎么没有买呢？关于这个问题呢，我来今天说一下啊。很多朋友一直在评论区打了啊，我已经看到了，所以说我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。上次呢，我们本来快到大凉山了，到了宜宾了，听说成都有个大型的房车展，我们就返回来看了。本来是看一下的，结果看了过后真中毒了。我们首先呢，第一辆看的是那个，记得是那个什么皮卡房车，对，第一眼就看中了哦。不过呢，就是价格的原因，价格的原因真的太贵了啊！那个房车就是4驱的底盘，然后内饰啊都是特别的温馨啊！你们没有看到我那个视频的，可以往前翻一下主页看一下视频，真的很温馨。然后就是太贵了啊，30W 不到28万多啊，太贵了，所以说就放弃了啊。后来我还挣扎了一下啊，垂死挣扎，还挣扎了一下，就是把这个大黑黑给卖了啊，再想办法，然后把它搞定啊。后来想想还是算了啊，不舍得这个大黑黑，不舍得卖，毕竟这个车陪伴我6年了。卖出去的话也卖不了多少钱。好像问了一下朋友啊，然后问一下那个朋友，他是做那个二手车的，他说大概在10W 左右啊。具体呢要开去看，然后就没舍得卖啊。然后后来我们看了那个什么，看了那个拖挂，看了拖挂呢，后来就也相中了啊。我们是看一款相中一款，然后那个拖挂呢，就是怎么说呢？拖挂呢，就是一个呢是便宜，里面的空间大啊，还有一个呢就是，就是我这个车不争气啊，我那个车是轿车，拖不了。如果我这个车是 SUV 的话啊，或者是皮卡的话，那就可以买下来了啊。我那个车呢是轿车底盘，而且是那个 CVT 的变速箱，所以说太不现实了。后来很多朋友说建议啊，你不要买。还有一个，比如说车子在行驶过程中呢，是遇到小路啊，掉个头都不好掉，还有那个拐个弯都不好拐，那个路口小的话，也会存在很多不方便啊。首先我就也就放弃了啊。放弃之后呢，后来我们又去看了那个 B 型房车，然后 B 型房车呢，很多朋友说。阿伟啊，燕子啊，你们不要买 B 型房车啊！你们买 B 型房车还不如不买呢，因为里面的话纯粹就是一个床睡觉，还有里面什么那个做饭的什么空间太窄了，包括那卫生间也特别窄，不现实。所以说你们还不如睡那个了，因为你做饭再把桌子啊什么搬到下面去做，还不如轿车呢。轿车也是在外面做嘛，是吧？晚上睡觉睡车里，他也睡车里，就功能差不多，改善性不是特别大。所以说，我们也就放弃了，没有买了。B 型房车便宜嘛，10几万嘛，就便宜的那种啊，贵的也有很贵的，也就放弃了。最终呢，后来我和燕子我就这样考虑了，我说，要么我们就买一个那个吧，买一个二手的皮卡房车。我阿伟一直喜欢皮卡房车，因为我那天房车展看了第一辆就是皮卡房车，因为它是4驱的底盘啊，4驱可以越野嘛。可以很多烂路，阿伟喜欢走那些烂路啊，不喜欢一直在走那个公路嘛，那个符合我的要求。所以说我现在在成都这么多天呢，一直在淘那个二手车，然后就迟没有离开。但是呢，这个是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，太难淘了。我看了几辆都特别陈旧，特别旧，然后价格也不便宜。我准备淘辆10W 左右的二手的那个皮卡房车，然后拿回来之后呢，把里面的内饰啊全部翻新啊，该换的板把它板全部换掉。以前呢，我大部分都是颜色比较陈旧的，
我把里面的板全部翻新，全部用新的板，也花不了多少钱啊。顶多翻新的话花个1万多就应该就差不多，然后里面的内饰就看上去很新了啊，包括把地板全部换掉。这是我的打算啊，然后就是相当于房车内饰是新的，然后底盘呢就那个车子呢是二手车啊，内饰是翻新的过后呢还是挺温馨的。我这样的话性价比还挺高的啊。现在反正就是这样吧，反正这样的一个情况。现在我是不在这边等了，我现在先往大凉山去，还有一个大头小头呢也在和我们在一起嘛，然后先去大凉山再说嘛，然后在路上边走我们边看。如果有朋友帮我找到了一辆比如很合适的二手房车啊，我就返回了啊。然后自己呢也在网上也在看，也在淘。你看我现在有了100万之后啊，你看我们就本来是一张床这么宽的，把这个椅子也放倒，就是一张大床。然后呢有了100万呢，你看现在我们就和燕子2个人就睡一半了啊，睡一半。一大半给100万啊！你看他睡那边，我们就是这样的，因为他要爬在椅子上，然后一爬下去爬上来，他要在活动，他两边睡，他要活动，所以说我和燕子现在呢就睡这么多。所以说，哎呀，赶紧搞个房车，赶紧搞个房车，真的太憋屈了，我们现在搞的。100万呢，100万，你一晚上还要打呼。这100万，这个大爷他还在呼呼呼的，你看。你听。这呼呼呼打的，晚上打呼，然后有时候还放屁、磨牙，哦呀，这就是大哥。所以说我们在车里面真的感觉太憋屈了，所以说赶紧要搞一辆房车。大家也可以帮我找找啊，怎么就是合适一点的二手的那个房车，对吧？当然新的也可以，但新的话就太贵了，有没有便宜的走10几万的？不可能的，不可能的啊，那不可能的，对。好了，朋友们，让我们起床刷牙洗脸啊，起床啊！这就是100万的上下铺呢。你醒了啊？你看我家燕子头也洗好了，那边有热水，燕子是吧？对。啊，我就昨天晚上看到有热水。有热水，钙片他不吃，我跟他弄成粉，钙片和微量元素。哦。他弄成粉弄在肉里面，他就吃了。趴下。趴下啊！有点怕趴呀。现在我也要去洗个头，你看，洗头、洗脸、刷牙，哎，太奢侈了。这边有热水，知道吗？你们看一下，哎，司机之家哦，思成之家，太贴心了啊！这是服务区的后花园，呵呵，太贴心了。这边还可以洗澡，看到没有？男浴室四川高速，然后女浴室。洗澡就不洗了，前几天洗的澡，然后再洗个头吧。哎呀，洗个头已经够奢侈了，我觉得。这是啥水啊？冷水？热水。我不晓得这个。哎，谢谢啊！这边人特别热情，真的很热情。这边的工作人员就怕我这个是冷水，还特意过来说一下，你这个是冷水热水，我说是热水，他说哦，我就怕你不知道。感觉洗了个头啊，瞬间年轻了10岁。好有自信啊，这个皮肤啊，白白的啊，每次洗完脸是要白一点啊，这皮肤。自恋了。我觉得很多朋友出来自驾游，然后带上被子，在服务区露营还是不错的选择啊。这里面的设施啊，真的太贴心了。看一下前面啊，带你们看一下这服务区的前面。这就是服务区的前面，然后新津服务区4颗星，然后这边还有那个取款机。这服务区里面有超市，然后这边有早点，有吃的，有各种小吃，然后那边是卫生间。然后这边的物价有点高啊，如果物价稍微便宜一点的话，
那就完美了啊，那又不舍得走了。我们先吃个鸡蛋，填一下肚子。在服务区东西太贵了，然后我们下去再吃啊，现在。啊。这个差眼高嘛，然后就真的很乖，很听话。反正真乖，能吃啊，能吃肉就吃啊，能吃好了吃肉的。能好了吃肉就吃。你看，动也不动。就晚上打呼打得厉害。好了。好了吧？好。现在给我家百万擦那个皮肤病的药，身上好多地方。好几块。啊。给他泡药浴。过2天给他泡个药浴啊。不怕，百万。他怕那个声音，啪啪的声音，喷出来的声音，不怕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出发，看到下个出口我们到哪里去，先搞点吃的。